欢迎那个维多利亚灯，先给我生下跳喽。最近啊，觉得可能真的把自己逼太累，很多事情做起来都没什么效率，然后身体很快就会觉得很累。我昨天忙了一整晚，然后到了半夜进到实验室，好不容易可以做实验了，结果呢，我要做实验的细胞污染，哈哈哈，只好等到下礼拜才能开始。然后最近啊，我觉得我好像拍影片拍得太用力了，我花太多的心力跟时间在上面，压缩到我其他的事情。因为太多影片，除了我没有力气剪辑之外呢，我没有时间拍照片。我觉得我该平衡一下。当然不是说我不会更新影片，频道的影片还是会按时更新。不过我可能会稍微平衡一下做每件事情的比例。首先呢，今天我就要多花点时间帮自己拍照片，减少一下拍影片的比例。然后再加上我最近看到的新闻啊，有一位很年轻的创作者，他因为工作时间太长，好像不到34吧，结果就过劳死了。这些事情都让我觉得啊，应该要把自己的身体顾好，事情慢一点没关系，但是不能赔掉健康。可能是老天爷提醒我要把步调放慢一点吧。我们今天要看的呢是科幻片，没想过我会喜欢看科幻片。我从小的时候啊就很喜欢看科幻电影，像《星际大战》、《异形》啊、《终极战士》啊、《魔鬼终结者》啊、《骇客任务》啊，这些我都非常喜欢。PC 还有6杯饮料好了。我一次天哪，好。前面我讲的那一些都是属于比较天马行空的，就是里面的一些想法啊、科技啊，我会觉得好像在我们有生之年好像就不太可能看得到。那比较近期的这些科幻片啊，会让大家觉得说，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可以看到，像是星际效应啊、地心引力啊，虽然还是科幻，但是里面的一些科学原理啊、想法啊、互射逻辑啊，离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没有很远，感觉应该是可以看得到这样。今天我要去看的是《极限航网友学》，就是属于这一种，到底是不是？我看完之后会跟大家讲，那个时候大家就知道是真的还是胡乱的。好，电影结束了。这次极限航给我感觉跟星际效应还蛮像，地球遭受重大变故，人类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会灭亡。为了拯救人类呢，会有个自杀的任务。主角原本是不愿意参加的，后来因为各种原因，反正就被迫上了太空船了。那在任务的过程中呢，有接触到一些地球外的文明，科技远高于地球的文明，这个部分是还蛮像的。然后包含运镜啊。那配乐啊，我觉得也都有星际效应的影子。然后当然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啦。星际效应对不同星球、不同环境的刻画，我觉得是比较有特色的。那这极限航，我觉得对于一些人性的刻画会比较多，不过有一点拖啦。对，节奏的话，星际效应比较快。再来的话，我想要吐槽2个点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参加自杀任务的船员们呢，在出发前就知道自己回不了，结果他们居然还可以很开心的开 party， 谈笑风生。我觉得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做不到。星际效应这些任务的组员啊，他们出任务的时候其实都蛮严肃的，我觉得这个好像比较符合人之常情啊。再来最后呢，有一个做实验的重大的 bug，主角在操作实验设备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地方出了重大失误啊。至于什么失误我就不讲了，你们自己看，相信有在做实验的很容易看出来在哪里。如果有看出来的话，请在下面留言区跟我说。即便我做到这么多啦，整体来说，我觉得这一部还是好看的，至少我是这么觉得啦。当然你说到神作是没有啦，不过以娱乐效果来说，我觉得是蛮够的。好啦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也该准备回家了。现在是宵夜时间了，不过我没吃晚餐。至于你问我主角到底有没有回到家，先卖个关子。想知道答案的呢，请进戏院看 ，OK？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然后记得看我更多影片。下次见喽，拜拜。